机会来了吗？2025下半年该注意这些低价股咯。嗨，我是小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今天这集我们来聊聊2025下半年我会比较注意的3家公司。先说了，接下来分享的所有内容都不是投资建议哦，自己还是要做一下研究再决定，不要傻傻的就冲进去。首先，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家公司就是百事可乐，美股代号 PEP。这只股王级的民生股息股居然回到了2020年的股价水准，现在是好机会吗？百事可乐前几个季度的股价之所以有比较明显的下滑，有几个原因哦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成长趋缓，销量下滑，特别是北美市场，导致它的 EPS 有所下修。第二个原因是高通膨、高利率的这个环境压缩了消费者的支出。第三，健康意识抬头，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减肥的行列，导致零食啊、含糖饮料啊等等的销量下降。第四，法说会下修了财测。第五，关税压力以及宏观经济的一些不确定性。简单来说啊，百事可乐因为负面消息太多，市场偏向悲观，以至于股市有比较长一段时间的下跌，来到了近5年最便宜的价格，也是近10年最低的估值。那你可能会问，股价跌这么多，是不是表示公司不好？百事可乐跌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我反而要关注它呢？原因有3个哦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是殖利率，在我录影的这一天，百事可乐的殖利率是 3.97%， 将近 4% 哦。我记得前几天股价比较低的时候，还有到 4.2% 左右。这个殖利率我认为是蛮不错的，至少你去定存不会有这样的利率。第二个原因是低 PEG， 本益成长比非常的低。根据 Guru Focus 网站的数据统计，在过去10年，百事可乐的 PEG 最低值是 3.35， 中间值是 5.83， 最大值是 108.29， 而现在就在 3.35 哦。PEG 落在10年来最低的位置。虽然百事公司的财报没有到非常好，但是也不算非常烂，至少我认为它没有烂到要倒掉的程度啦。第三个原因是黄金价位，百事可乐前阵子触及到了近5年第2低的黄金价位，而且在这个黄金价位上有很明显的支撑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不错的讯号。第四，公司正在转型，百事可乐并购了 Poppi 这间公司，借此来切入健康领域这个市场。刚刚有提到现代人更注重健康，更注重养生嘛，所以垃圾零食、高含糖饮料的市场需求渐渐下降了，健康食品、低糖饮料成为这个年头的趋势。根据百事可乐的竞争对手可口可乐的数据显示啊，可口可乐的低糖、零糖饮品占整体的销售比例从2016年的 25.2% 提升到了2022年的 45%， 数据上就直接证明了健康就是趋势。而百事近期投资了 Poppi 这间公司，就表示它正在转型，它想要抢攻这个健康的市场。我认为这个对百事可乐来讲是一件好事，因为 Poppi 这间公司卖的可不是一般的汽水哦，它卖的是益生元汽水。这个益生元可以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生长，有助于消化的健康。帮大家科普一下哦，益生菌跟益生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。益生菌是存在于某一些食物或补充剂当中的有益细菌，而益生元是富含纤维的食物，可以滋养有益细菌，像是燕麦啊、芦笋、香蕉、黄豆、韭菜都是富含益生元的食物。百事原本卖的那些饮料零食其实都不太健康，而 Poppi 主打的就是健康低热量的配方，结合益生元、果汁、苹果醋，含糖量不超过5克，这个在美国市场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年轻族群。自从2020年以来啊 ，Poppi 的销售每1年就翻3倍，2023年更是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，而且分析师还预期啊，它在2030年会再翻倍。这家 Poppi 在碳酸软性饮料市场里面，虽然它的市占率只有 1%， 但是这也意味着 Poppi 还有很高的成长空间。毕竟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嘛，所以我认为长远来看，百事投资 Poppi 是一个蛮聪明、蛮好的策略。这个对于百事可乐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件蛮好的事情，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再来第2间公司是联合包裹，美股代号 UPS。UPS 的股价之所以会跌成这样呢，原因有3个哦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营收疲软。UPS 虽然 Q1 的 EPS 优于预期，但是它的营收仍然有小幅的下滑了 0.7%。这个是因为啊，中小型的企业需求疲软，平均日包裹量下降。再来第2个原因是失去亚马逊订单。UPS 主动退出亚马逊那些低利润的订单，而这一部分的订单呢，出货量还蛮大的，所以就影响到了 UPS 的营收，导致它的营收有比较明显的下滑。第3个原因当然就是关税不确定性咯。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关税政策，就导致了很多企业客户减少他们库存的采购，以至于像 UPS 这种提供送货服务的公司，订单量有明显的下降。也因此呢 ，UPS 不打算发布年营收的猜测，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市场的信心。以上3个原因就导致 UPS 在过去有比较长一段时间的下跌。UPS 的现况现在看起来不太 OK， 对吧？但是我认为呢 ，UPS 还是有几个原因可以让我
我值得在2025年下半年继续关注它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是 UPS 主动退出亚马逊低利润的那些订单，但是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它舍弃的是低利润的订单，这个才是关键啊。也就是说 ，UPS 在做利润结构上的调整，放弃低利润，专注于高利润的订单。我认为这个目的是在改善公司的利润结构，这个是有助于 UPS 的长远发展的。而且啊，一旦毛利率、净利率提升，那整个估值的结构就会跟着被重整。第二个原因是 UPS 正在施行一项高达35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。这个计划的重点就在于提高自动化，提升机器人的技术，并且加快整个流程的效率。公司高层也在这次的法说会上面表示啊，他们非常有信心，在2026年可以实现12% 的美国营业利润率。这个就让我更确定 UPS 正处在一个转型期，他们正在改善经营上面的一些状况。而这样的转型期呢，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低潮，是一个低谷，但是我反而认为这个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好机会。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殖利率啦 ，UPS 目前的殖利率是 6.63%， 非常的甜，比刚刚的百事可乐还要更好。而且啊 ，UPS 的自由现金流一直都蛮不错的，持续有金流发放股利就不会是个问题。综合以上三个原因我认为 UPS 在2025下半年甚至是2026年都很值得关注。接下来最后一家公司是辉瑞，美股代号 PFE。自从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辉瑞的股价已经将近砍半了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辉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集中研发 COVID-19 的疫苗，导致其他产品线出现断层。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结束之后 COVID-19 相关的医疗产品需求下降，就导致了辉瑞的营收下降。第三个原因是美国透过通膨削减法案去打压市面上的一些药价，尤其是针对高销量的老药品而药价被打压，辉瑞的营收自然就缩水了，他们的利润也被压缩了。以上三个原因就导致投资人蛮担心的，不晓得辉瑞能不能撑过这样子的风波，因此近几年股价有比较大的跌幅。不过我个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啦。首先第一，辉瑞目前碰到的问题比较偏向是营运上面的挫折，不是公司的结构出了问题，它的商业模式没有坏掉。而营运这种暂时性的议题是有机会被改善的。辉瑞在这一届财报也讲了，他们会进行多阶段削减成本计划，并且透过优化产品线去提升他们的营运效率。第二，辉瑞目前的殖利率是 6.63%， 也是非常的甜，比前面两只股票都还要好。再来第三，现在的股价明显低于估值，15个估值模型平均数是33块左右，而现在的股价是25块，还有 33% 的成长空间才会到达这15个估值的平均数。而且在这15个估值模型里面，有14个估值模型都高于25元这个价格，所以很显然的，现在的股价真的算是很便宜。如果你很懒得自己花时间去算估值模型，但是又很想要知道这间公司的股价到底便不便宜，我很推荐你跟我一起使用 investing.com。investing.com 有一个功能，它会像这样子帮你算出15个估值模型的平均数，让你马上就知道这间公司的股价到底是不是便宜的。7月31号以前透过连结注册使用 investing.com 的 Pro 版本，还可以享有半价优惠哦。连结已经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了，名额有限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那针对这3只股票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呢？首先我不会去期待快速 V 型反转。以上3家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虽然都有机会被解决，但是也不是那种明天就会解决的类型，所以我不会去期待马上 V 型反转。况且投资本来就不该去预测股市，而是该做好计划。至于该做什么样的计划呢，就会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第2点，以长期投资为主。毕竟今天分享的这3间公司殖利率都蛮不错的，只要持续关注他们的现金流是否可以足以支撑他们去发放股息，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第3，分批建仓。以这3家公司来说我会以分批建仓的方式去进行。比如说现在 UPS 的股价还在一个技术面跟市场信心都偏弱的阶段，所以我自己不会一次就把所有的资金全部压进去，我会观察一些比较关键的讯号，比如说营收有没有回温毛利率有没有变好等等的。这些指标只要开始变好，我就会慢慢分批加码进场，这样可以更灵活的控制风险，摊平成本。第4，观察大环境经济。以上3家公司的性质，基本上他们都会受到关税政策、中美贸易、通膨等等的问题所影响，所以如果去投资这3只股票，我会特别关注宏观经济的一些因素。虽然主要还是会以长期投资为主，不过如果整体的经济状况有很明显的下降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考虑弹性的出场，让自己保留更多的资金在手上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。2025下半年你还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股票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